两个老警正仔细端详着手中通缉犯的画像，不想一抬头，画像中的嫌犯竟然刚好出现在面前。Sure acting like it. Excuse me. 男人慌张的左右偷瞄了一眼，接着不管不顾的开始了大逃亡。就这样你追我赶，足足历经了9971难之后，老警总算成功拿下了地中海，并且在他的身上翻出了一只有残留物的快克烟管和一把几十米长的大刀。小杰本以为这下能回到局里邀功了，可上司约翰知道这件事后，却阴阳怪气的指责他抓错了人，还说那把小水果刀根本算不上违法证物。但小杰坚信自己没有搞错。If you're happy with it, go with God. 这究竟唱的是哪一出啊？上司为什么要替那个地中海说好话呢？几分钟后，小杰本打算将嫌犯送去中央拘留所，可人却莫名其妙的从关押室消失了。在询问过指挥官后，才得知竟然是约翰草草备案后将嫌犯给放走了。他究竟在搞什么飞机啊？当然啦，凭小杰这个倔脾气，肯定是要弄清楚的，因为他和约翰不仅是上下级关系，而且之前还是一同出勤的好搭档。但约翰就是拐弯抹角的不说实话，还命令小杰少多管闲事，干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就行了。之后小杰越想越不对劲，他和搭档私下调查了记录，原来这个地中海前不久刚刚被抓进去过2次，也都是约翰私下将他放走。难不成是警匪同流合污吗？可小杰是了解约翰的，他分明不是那种鼠辈，一定是隐瞒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可正直的女搭档坚持要向工会反映约翰的违规操作，小杰磨破了嘴皮子才总算说服了他，但这也拉远了2个人之间的关系。到了晚上，小杰私下跟踪了约翰，亲眼目睹他走进了地中海所居住的公寓，而且约翰鬼鬼祟祟的正打算用钥匙打开房门，这时候突然被小杰给叫住了。眼看事情已经败露，约翰也没有瞒下去的必要了。原来他与地中海是发小，2个人的关系非常要好，从小就立志要当警察。但发小的家庭一团糟，导致他后来误入歧途，从此开始酗酒吸毒。一直以来都是约翰在关照这个发小，但他十分肯定地中海绝对不是通缉令上的那个人，因为他今天来就是听说发小打听到了通缉犯的线索。可房门才一打开，地中海看到门外一同出现的小杰，瞬间来了脾气，不给约翰解释的机会，就狠狠关上了门。情急之下，约翰只能破门而入，可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掉了下巴。约翰第一时间劝小杰千万别开枪，而地中海则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通缉犯，他打算亲自揪出那个人。而此刻约翰也懵了，这小子居然还背着自己偷偷藏了一把枪。随后2人搜遍了所有地中海可能藏身的犄角旮旯，终于在他的那些毒友身上打听到了线索。据说那名通缉犯最近经常在这一带活动。果然，路边一个正在翻垃圾桶的男人像极了地中海，可还没等他们过去抓人，另一个地中海就拿枪冲了过去。还别说，如果这2人站一起的话，还真不好分辨。约翰和小杰2人在后面是嗷嗷追，生怕地中海一激动开枪杀了通缉犯。可眼前的一幕却让约翰傻了眼，通缉犯竟然用小水果刀干掉了持枪的地中海。I tried to get him. You did good, man. You did real good. He had a gun, man. It was self-defense. 眼看发小缓缓闭上了双眼，约翰也捡起了地上的手枪，这分明就是一把商店都有卖的玩具枪啊！原来地中海只是想假扮一次警察，帮助发小抓住通缉犯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事后，约翰也主动向上面说明了自己违规操作的事情，并且请求女警来做个见证人，因为像他这样愿意为所谓的公平公正插朋友2刀的人很少见了。换句话说，就是在骂他不近人情呗。那么你身边的朋友和同事之中也有这种人吗？关注巨石，明天接着讲。